它是世界4大军校之一，它是苏俄将校的摇篮，它被冠以红军大脑的美誉，它就是伏龙芝军事学院。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军队是一个国家安全的保障，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国家的方方面面必定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而对于军队而言，一名优秀的指挥官就是其灵魂所在。敏锐果断的头脑，灵活高效的战术，深谋远虑的战略布局，异于常人的顽强意志，这不仅是一名杰出军事家的必备技能，也是军队能够获胜的关键。但能被誉为天才的毕竟是少数人，这也就需要将那些优秀的军事将领的智慧浓缩到纸张上，为后世人才的培养提供经验，军校也就由此诞生。众所周知，军校不同于普通院校，它是为国家军队输送人才的重要渠道，所以严格性极高，导致录取率也很低。而在世界众多的军校当中，有这么一所军校如明星般璀璨耀眼，它耸立在广阔的俄罗斯大地上，在战争年代拔地而起，在电闪雷鸣中不断成长。它与美国的西点军校所齐名，它就是闻名世界的伏龙芝军事学院。1917年11月7号，俄国10月革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人阶级和革命军人发动了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但由于遭到了白俄罗斯反动力量的反扑和英美等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武力干涉，初建的红色政权风雨飘摇。再加上当时刚组建的红军大量军官都是半路出家的革命者，根本没有经过系统的军事训练，所以十分缺乏军事素养优秀的指挥官。在这场立国之战中劣势尽显，列宁等领导人认识到，想要获胜必须建立起一支正规化的红色军队。而为了尽快提升红军整体指挥水平，最高统帅部下令成立自己的军事学校，为新生的苏维埃军队培养优秀杰出的军事人才。列宁还特别指出，保留沙皇时期成立的帝国军事学院，并将其改造为苏维埃总参军事学院。1918年12月8号，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学院在莫斯科正式成立，第一任院长是原沙皇军队中将克里莫维奇。由于是改造过来的，学院中的教师大多是沙俄时期的老教师，而学院的主要任务是培养高素质的军事指挥官，为工农红军输送军事人才。这也就是前苏俄的首座高等军校，也就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前身。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学院在战火中建立的，学院刚建立的第2年，由于反动势力的攻势加剧，红军压力不断增加，再加上国外势力的挤压，导致国内战争局势异常紧张。迫不得已，红军高层只得压缩学院教学和学生学习的时间，在短时间内毕业后便踏入枪林弹雨的战场。列宁对这些经过短期培训的年轻指战员发出号召，对学到的知识要在战场上灵活运用，注意军队的纪律、指挥部等建设，要与人民心连心，打一场人民战争。事实证明，实战就是最好的老师。这批经过短期速成的学员们在战场上英勇异常，无惧牺牲，他们在战火中淬炼，在战火中涅槃。后来的战绩表明，他们都成长为了优秀的军事指战员，成为工农红军的骨干力量，对保卫新生苏维埃政权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也在苏俄立国之战胜利后继续回到学校进行学习。有意思的是，当时的红军许多部队都不愿意放这些学员回校，因为他们已经是部队中重要的一部分，对部队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帮助。这件事情闹到最后，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不得不下了死命令，才让学员们继续回校学习。1921年8月5号，学院改名为工农红军军事学院，设立高级指挥班，培训高级军事干部，也就是培训将校人才。由苏联最早的5帅之一，拥有红色拿破仑之称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担任院长。首批101名经过系统军事学习后的学员，在1921年年底毕业。在他们当中，大部分都进入到师旅一级，担任高级职位，有的甚至进入到了国防部等高层单位工作。1924年4月，由苏联国内战争最著名的红军统帅之一米哈伊尔·瓦西利维奇·伏龙芝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工农红军参谋长之职，兼任了军事学院院长，由此开启了学院崭新的一页。
作为前苏联最受推崇的军事理论家之一，伏龙芝来到学院后，首先进一步明确了学院的教学任务。他要求学员不仅要精于学业，还要不断对自己的思想水平加以提高。为了适应世界军事水平的不断发展，伏龙芝对学院的组织结构、训练内容、训练方法和训练体制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伏龙芝非常重视在军事学术理论的统一，不仅专门写作表明统一军事学说、统一军事学术基本观点的重要性，而且在学院的训练方针、统一作业内容以及实施方法一致方面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这为学院教学部队训练乃至整个军队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5年10月，伏龙芝不幸因病逝世，年仅40岁。为了纪念这位为学院乃至整个红军做出杰出贡献的军事将领，学院全体人员请求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将他的名字命名这所学院。委员会批准了这一请求，至此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正式成为历史，而闪耀的伏龙芝军事学院终于诞生。正当伏龙芝军事学院一片欣欣向荣之时，1941年希特勒的100万大军以闪电之势入侵苏联，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从战争爆发开始，来自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就在红军各部队中同战友一起战斗在卫国战争的最前线。由于战争前期的接连惨败，德军逼近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被迫转移到后方中亚的塔什干，也就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学院并没有因为战争而关闭，而是继续发挥着立国之战时的精神，继续为苏联红军培养指战员。仅仅在2年半的时间里，就为前线部队提供了6000名以上的将军和军官。学院也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之后迁回了莫斯科。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适应高速发展的世界战略形势和军队武器装备等军事变革，伏龙芝军事学院也在不断的深化改革，紧跟世界潮流，使其教学专业水平不断提高，从而保证了学院的毕业生都是高素质、高标准的优秀的军事人才。从成立以来，学院在为前苏联军队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将校级别人才，其毕业生成为了苏联军队的关键力量，在苏联历史发展当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前苏联红军的元帅和高级将领，诸如朱可夫、崔可夫等，大多都毕业于这里。该学院现已并入了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诸兵种合成学院，但世人还是称之为伏龙芝军事学院。伏龙芝军事学院在世界上享有最高的声誉，而且由于对前苏联武装力量的建设和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伏龙芝军事学院曾经先后被授予红旗勋章、以及苏沃洛夫勋章、列宁勋章和10月革命勋章，这在前苏联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也被人们冠以红军大脑的美誉。伏龙芝军事学院与英国的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美国西点军校以及法国圣希尔军校并称为世界4大军校，是俄罗斯乃至世界的军事家摇篮。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